歡迎來到深夜故事屋，我是香菜。從小到大，最常跟朋友聊到的話題當中，一定跑不掉超能力這件事，對吧？我們都很希望擁有一些超能力，而每個人希望的超能力百百種，通常都跟自己的個性或者是想獲得的成就有關。例如讀心術、瞬移術、隱形術、穿越時空等等。小時候啊，香菜很想要隱形術，不過現在覺得如果能穿越時空，那我就會告訴以前的自己 all in 台積電了。今天的故事就是有關超能力，讓我們一起進入故事當超人吧。超能零錢包。在某些城鎮的角落，總會流傳着一些說不上玄妙卻也解釋不清楚的小故事。它們不像鬼故事那樣嚇人，也不像勵志故事那樣一本正經，它更像一種介於現實與荒謬之間的民間傳說，聽着聽着會讓人思索玩味許久。許智輝的故事大概就屬於這一類。許智輝32歲，房仲專員，說不上帥，但五官端正；談不上精明，但腦筋靈活。他不是屬於那種一眼就會被記住的人，但只要聊過一次，就很難忘記他。原因很簡單，他太能聊了。午餐可以聊三國，下午茶可以聊星座塔羅牌，客戶還沒開口，他已經能從天氣一路講到對方的小孩升學問題。主管喜歡他，同事也喜歡他，朋友更是一抓一大把，業績自然也是下叫，常要包辦他們分店的前3名。唯一不喜歡他的，大概只有戀愛運了吧。簡單來說，他就是個母胎單身的人。有朋友曾經很認真的分析過原因，你條件也不差，怎麼會單身啊？可能太好聊了吧。朋友一邊啃雞排一邊說，好聊也會單身？你讓女生覺得你像 YouTube 隨點隨播，但不會想訂閱。這句話對智輝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陰影，他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人太好。他會關心人，會幫忙，會記得對方喜好，甚至還會在同事感冒的時候默默買藥放桌上。只是那些女生對他的回饋總是，你人真的很好跟你聊天好自在哦，你一定會遇到適合你的女生啦。翻譯過來就是謝謝再聯絡。事情發生在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傍晚。那天智輝沒有加班約客戶看房，下班路上下着不算大的雨。智輝的摩托車騎到住家附近的巷口，正準備彎進地下停車場時，他看到一位老婆婆正蹲在地上。老婆婆沒有撐傘，駝背的身影看起來很吃力的在撿身旁的東西。來往的行人不多，也似乎沒有人發現這位老婆婆需要幫忙。總之就是沒有人停下來。智輝見到這一幕，馬上把摩托車停在路邊。他自己有穿雨衣，但他從置物箱內取出折疊傘，走向老婆婆。阿嬷，我幫你。他先撐起傘為老婆婆遮雨，再將傘遞給老婆婆，將她扶起來後，自己蹲下身撿掉在地上的東西。原來啊，老婆婆在撿的是她掉在地上的零錢。智輝一枚一枚的撿，水溝邊那幾枚最難撿，他甚至乾脆把袖子捲起來，伸手去夾。老婆婆看着他，沒有說話。等全部撿完，他把零錢一併放進老婆婆手握着的舊布袋裡，順手還把布袋打了個結，這樣比較不會再掉出來了。他笑着說。老婆婆終於開口了，聲音有點微弱，但異常的清楚。少年欸，你就愛講倒三講的哦。還好順手而已啦，順手的事情最難得。說完，他從懷裡又掏出一個東西，塞到智輝手上。那是另外一個零錢包，布置的，圖案已經有點褪色，但花紋細緻，不像現代做的，像是某種古早時期的工藝品，帶着一點不合時宜的優雅。激烈合力啦，老婆婆說。免啦，阿嬷，我只是幫忙而已。Take it 啦。他語氣忽然變得很堅定。裡面的零錢每天用一次，連續用3天，把零錢用完後會有好事。這句話聽起來就像是某種詐騙的開場。智輝再怎麼能聊，也沒遇過這種奇妙的對話。當下他竟然不知如何回應，正想再說什麼的時候，老婆婆已經撐着智輝的傘慢慢的離開了。
其實智慧是可以追上去退還老婆婆的舊零錢包啦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可能是受到那句會有好事的影響，感覺退還回去好像不太吉利。而且智慧也很好奇，想印證到底會有什麼好事發生。回到家以後，智慧把那個零錢包放在桌上，盯着它看了好久。3天後會有好事，他喃喃自語，腦筋閃過很多念頭。中大樂透頭獎，手邊的物件全數完美成交，還是交到女朋友？嘿嘿。他打開零錢包，裡面只有一些零錢，1元、5元、10元和50元的都有，數量不多，也看不出來有任何的異常，不像機關，不像魔術道具，更不像什麼高科技商品，它就是個很普通的舊零錢包和零錢。智慧笑了一下，好啦，試試看也不會少一塊肉。第一天，他用裡面的零錢買了一杯手搖飲。第二天，他投販賣機的飲料。第3天，他到超商買了幾顆茶葉蛋。過程平平無奇，沒有閃光，沒有特效，也沒有任何提示。如果這是一場手遊，大概就是那種完成任務卻沒有跳出獎勵畫面的爛遊戲。下班路上，智慧用零錢包裡剩下的50元去買了大樂透。回家以後，他把彩券用零錢包壓着，心裡想，該不會需要一點這樣的儀式吧？仿佛認為零錢包跟彩券之間有 AirDrop 可以傳輸好運。想當然，當晚他的大樂透並沒有中獎。第4天早上，智慧一如往常的起床盥洗，一開始就只是普通的上班清晨，但事情開始有一點微妙的轉變。那種轉變不是鬼故事裡的陰森感覺，而是一種說不出來的些微差異，像是世界運作的方式突然歪了一點點。他突然聽到一個聲音，是他媽媽的聲音。今天落枕，脖子好不舒服哦。智慧走出浴室後，看到正在廚房收拾的媽媽。媽媽看到智慧，笑着說：用好，趕快來吃早餐。智慧試探性的問：媽，你是不是脖子不舒服啊？媽媽露出驚訝的表情。你怎麼知道？很明顯嗎？媽媽摸着脖子，皺着眉頭說：可能最近公司太忙，這幾天沒睡好，落枕了。智慧這時知道，剛剛不是自己的幻聽，是自己可能突然擁有聽到他人內心的能力。他一時之間沒辦法解釋太多，只跟他媽媽說：我看你脖子怪怪的，原來是落枕啊，今天記得要去看醫生哦。騎車上班的路上，智慧停在一位女騎士旁邊等紅燈，對方看着前方。智慧又聽到一個聲音：今天一定會被罵啦！我昨天報告根本沒做完。很快，他又聽到另一個聲音，來自他身後：好累，好不想上班哦，主管那麼笨，累死了。智慧假裝沒事的轉頭。後方有幾位男女騎士，但智慧只聽到其中一位女性的聲音。到了公司，情況變得更誇張。女同事 A 走過來，笑着說：早啊，智慧，今天精神很好哦。但同一時間，她聽到另一個聲音：拜託你不要又來跟我聊早餐吃什麼，我真的還沒醒。這個時候，智慧到嘴邊的話急忙打住，笑着回：還行啦，你呢？她點點頭，還不錯啊，然後走開。不錯個鬼，我剛差點睡過頭。女同事 B 請她幫忙看報表。智慧啊，你最會這個了，可以幫我看一下嗎？內心聲音同步播放。我其實已經弄得差不多了啦，給她收個尾，確認一下更好，反正她又不會拒絕。但智慧這次沒有接下報表，笑着向女同事說：你做事老闆放心，絕對沒問題啦。女同事 B 有點訝異，這次她竟然拒絕了。當然，這個訝異，智慧也聽到了。他花了1個多小時，終於接受一個事實：他聽得到女性的內心 OS， 而且只限女性，男人沒有，動物沒有，只有女性，而且要在距離自己大約方圓2公尺內才聽得到。這能力精準的像某種奇怪的科技產品。一開始他其實有點崩潰，因為他發現世界比想象中的還要複雜好多，很多說出口的話不是真的，但也不全是假的。例如，你今天穿這樣很好看，內心卻是說還行啦，但昨天那套比較好看。沒關係，你慢慢來。但內心卻是說快一點好嗎？我等好久了。不
不過有時候也有很多意外的溫柔，像是你最近好像很累哦，內心是說他真的太拼了，希望他不要累壞。你人真的很好，內心是想着只是我還沒準備好喜歡一個人。後來他看到暗戀已久的那位女同事雨涵往自己這邊走來，智慧一臉期待，他想知道雨涵對自己的想法到底是什麼。因為每次智慧想跟雨涵聊天，雨涵總是三言兩語就打發掉，好像很不想跟他聊。雨涵問智慧，你中午有跟客戶約嗎？內心的聲音卻是不知道他中午有沒有跟誰約，我真的很想跟他一起吃飯多聊一點。聽到那個 OS 的瞬間，智慧整個人像被雷打到。對於雨涵，他之前在腦海裡想過各種可能性，卻從來沒有想過雨涵竟然會這樣想。智慧當時幾乎沒有任何遲疑，脫口就說出沒有，我中午沒跟人約，要不要我們一起去吃飯？如果是以前的智慧，會照實說我待會要跟客戶去看房子，可能會過中午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。但現在的智慧不一樣，看着雨涵開心的背影，他馬上打電話給客戶，喂，張先生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因為中午老闆緊急要開會，我們今天可不可以提早半個小時看房子？真的不好意思，謝謝張先生。智慧心裡想，張先生对不起，但我真的不想錯過這次的機會，之後我會好好的給你service。後來智慧慢慢發現，這能力不是用來揭穿別人，而是理解別人，所以他開始調整自己，不再只是一味的一直講，而是學會在對方的內心還沒開始疲累時就收口，不再只是照單全收式的熱心幫忙，而是知道什麼時候該幫，什麼時候不該越界，甚至他開始學會適當的安靜。某一天中午，女同事 A 來找他，今天中午要一起吃飯嗎？內心是說最近跟他聊天很自在，很舒壓。智慧笑了，對不起，我有約了。女同事 A 愣了一下，然後露出一個安全的笑容，好吧，下次吧。交往是一個很安靜的開始，沒有轟轟烈烈，也沒有戲劇轉折，只是某一天的中午，雨涵在聊天時跟智慧說，我姐姐明年要結婚了。內心同步說，我也好想結婚哦。智慧沒有回應，但在回公司的路上，他輕輕地牽着雨涵的手，沒有說話。雨涵紅着臉，心裡想，智慧，我很喜歡你。智慧心裡想着，我也是。事情就這樣成了，真的印證了當初老婆婆說的有好事發生。不過奇怪的是，當她終於脫單後，那個零錢包竟然消失了，不是掉了，也不是忘記放在哪裡，是徹底不見。她翻遍家裡每個角落都找不到，像是從來沒有存在過。更詭異的是，她的超能力也慢慢消失了。一開始是聲音變小聲，然後變得模糊，最後完全聽不到。她的世界終於恢復正常，沒有多餘的聲音，也沒有額外的提示。聽到這裡，有人可能會覺得可惜，畢竟那是一種開外掛的能力。但智慧沒有感到遺憾，因為他發現，在那段聽得到的日子裡，他學會的東西比擁有超能力本身更重要。現在的他不再需要偷聽別人內心的聲音，因為他已經學會怎麼觀察，怎麼傾聽，甚至何時該閉嘴。至於那位老婆婆到底是誰，智慧不知道，或許是老祖宗，也可能是天使或土地婆吧。但智慧覺得老婆婆是誰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智慧變成一個會讀空氣的人。他看清楚了人與人之間本來就存在那層既矛盾又真實的距離。故事結束。你問我那個零錢包到哪裡去了？或許不是消失，而是被某個頑皮的精靈藏到失物空間去了。也或者是老婆婆正在找下一個適合暫時保管零錢包的人。不過我覺得有時候某個人擅長的領域，對別人來說可能就算是一種超能力吧。例如香菜不會畫畫，對我而言，美術強的人就是擁有畫畫超能力。所以不需要拿自己的短處跟別人的長處做比較。相反的，如果知道自己的長處，並且善加訓練和運用，說不定就能成為某個領域超強的人。你們說是嗎？如果能讓我們借用一種超能力，你會選擇哪一種呢？歡迎留言處分享哦。
謝謝大家收看這集的故事。如果喜歡我說的故事，歡迎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並分享給同樣愛聽故事的朋友們。另外，如果有想聽的題材，或是有自己親身的人生故事想分享，歡迎寫信給我。我整理過後會在這裡分享給大家。深夜故事屋，我們下次見。